手机鉴赏系列已经做了近20期了啊，在这些期里边有起源100年之前的老企业，也有仅创立数十年的新企业。在这些企业品牌的历史之中，我们最大的感受啊，就是时代的改变并不会以人的意志而转移。许多品牌正因为没能跟上时代的改变而被抛弃，时代抛弃他们的时候，也从未跟你说一句告别。股神巴菲特在谈论他父亲在上世纪初的投资失败时，就遗憾他的父亲把钱投给了马车工业，没能看到汽车行业才是真正的未来。而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那些曾经站在时代的风口上，却没能跟上时代而被逐渐边缘化甚至消亡的品牌。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手机简史》第20期中华酷联的中酷联。今天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手机品牌历史上非常传奇的一个品牌，它的传奇不在于它的成功啊，而在于它是怎么失败的。它就是金立。大家最近一次听到它，应该是老板赌钱啊，把金立直接给输没了的传言。本视频由小白优品 APP 独家赞助播出，全品类精品二手商城，生活用品5折起，能买也能卖，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2001年，金正公司由于涉嫌走私，作为副总裁的刘立荣被监管审查，金正生涯的结束。于是刘立荣决定成立新的公司第一个字沿用金正的金，第二个字用自己名字里的立。2002年9月16日，金立在深圳成立。公司做什么呢？那时候正逢2G 变3G 的前夕，那就做手机。但是此时国家也不再发放新的手机生产许可为了能够生产手机，金立租借了天仕达的牌照，并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款手机 Redmi 30。但是租借牌照是有成本的，卖出去的每台手机都要付给天仕达数10元，一年就是几千万这还不是大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不能打广告。在购物还需要依靠传单、电视和线下海报的年代，不能打广告就意味着你失去了最核心的曝光机会。2005年，金立终于拿到了 GSM 和 CDMA 的手机生产牌照，之前可给自己憋坏了拿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疯狂打广告。这一年还是诺基亚的天下，05年发布的诺基亚1110凭借 2.5 亿的销量坐稳手机销量排行的第2，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突破口。在当时，国际品牌并不重视国内的本土化，用户体验甚是欠缺，并且05年购买手机的群体大多是大龄的企业家，那个时候手机还挺贵的购买手机更多的需要是一种身份感、认同感。总结一下，大龄企业家认同感。于是金立做了成立以来最成功的一个决定，请刘德华代言。华仔可是当时炙手可热的超级大明星当然现在依然是05年7月，金立的广告在央视1套播出，刘德华那句金品质立天下瞬间火遍大江南北，看过的请扣1，没看过的请扣2。当年12月，金立的销量就达到了40万台，一举迈入了国产手机前列的位置。广告的成功让金立坚定了推广为上的原则，并最终也成为了压垮金立的稻草。2006年，金立更是在推广上不遗余力一口气冠名了5档电视节目，这为金立带来了空前的知名度，并且欣赏短影评的刘立荣也贯彻了和欧威一样的代理商模式，打入了当时非常流行的电视购物那句非常经典的不要2998，不要1998，只要998的广告语，堪比脑白金的广告现在我每次读这几个字的时候，那个画面还充斥在我脑子里。这让金立的销量在当年就突破了400万台。2007年，金立的销量更是翻了一番，突破了800万部。在这一年，金立还打造出了一个爆款，就是时至今日很多人还耳熟能详的金立语音王。看过的请扣1，没看过的请扣2。秀人品牌摄像机，超值超值超值。最终这款山寨摩托罗拉的手机为金立的销量带来了飞跃的增长还是老毛病，或许是当时太过成功金立忘记了去看看自己的对手，看看手机的未来，在当时错失了转型的最好时机。这一年 iPhone 发布了，不过2008年虽然 iPhone 发布了但是因为 MTK 的 Turkey 平台极大的简化了手机的研发，极大的降低了成本，08年的国产山寨机不仅没有因为 iPhone 而萎靡，反而更加昌盛了。这段国内的市场情况我们在之前的手机简史已经聊过很多次了。金立在这一年依旧保持势头，销量突破了1000万部。同步一下时间线此时 OPPO 才刚刚发布了自己的第一台手机，步步高才刚刚更名为 vivo。2009年10月 iPhone 打入中国，为整个国内市场画下了分水岭，一边是未来，一边可能就意味着失败。智能手机的初期，由于大家都在探索阶段，2010年和2011年的金立还算顺风顺水。金立和凤凰传奇合作推出了荷塘系列音乐手机到2011年的还在做音乐手机，并将荷塘月色作为广告主题曲。语音王系列依然不断更新， A350 已经到了第4代，除了语音功能之外，还加入了 GPS 的导航功能。而为了顺应大屏的潮流，金立还推出了年轻化的
的子品牌 eLife 邀请了出演《艋舺》而获得金马影帝的阮经天代言。2011年销量突破了2100万台，但国内市场却没什么增长啊，大头倒向了国外市场，这是为什么？国内智能手机开始全面崛起。2011年，魅族推出了 M9， 小米发布了米1，中兴、联想、酷派也都在10年推出了自己的智能手机。而在当时就已经年销1000万台的金立，在当时并没有任何先见之明，同期也才发布了第一款搭载安卓系统的金立 GN103。而这个改变还是10年加入金立的卢伟冰建议的。卢伟冰加入的时候，任金立的总裁，对于金立有着非常大的权力啊！大刀阔斧的改革为金立续了一点命，而改革的第一条就是年轻化。年轻人已经逐渐成为了消费的主力群体。金立不光发布了 eLife， 还投资了一个全新的品牌 iUNI， 这也是充满年代感的一个名字了。我们之前在动态里详细聊过 iUNI 的历史，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翻看一下。而金立当时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就是高端化。当时和 OV 一样，深耕4、5、6线城市的国产品牌，总给人一种不够档次的感觉。1月份的时候啊，金立推出了和三星 W 系列非常相似的天剑系列 ，W808 的翻盖造型和三星的 W 系列只能说是一模一样。2015年的天剑 W900 更是和当时三星的 W2016 如出一辙。15年左右，国产机掀起了一阵追薄的风潮啊，看谁能把手机做成刀片啊！金立 eLife 系列的 S5 以 5.15 毫米的厚度刷新了当时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金立虽然勉强跟上了智能时代，但总感觉会慢一拍啊，问题也越发突出啊。最开始商务手机的品牌定位和之后的年轻化充满了矛盾，子品牌也分得不够开，年轻人并不喜欢。eLife 和 iUNI 的失败，最终让卢伟冰离开了金立。15年12月的发布会上，刘立荣不得不重新回到台前，长起金立的舵。但金立的下坡已经不可避免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刘立荣表示，在2013年到2015年，金立平均每个月亏损不低于1个亿啊，到2016年和2017年，每个月亏损不低于2个亿。2015是个转折点，但它是下坡的转折点。2016年，金立重新修改了产品线，砍掉了年轻化的定位，主打长续航和商务旗舰。7月，金立发布了 M6 和 M6 Plus， 并重金聘请了冯小刚和余乐代言。年末的时候，金立还推出了旗舰手机 M2017， 当时我还去过发布会现场啊，在海南举办，可谓声势浩大。但产品现在看来可谓一言难尽。7000毫安时的大电池，24瓦的充电，2K 的曲面屏，背部还使用了头层小牛皮，当然价格也是非常的旗舰，起步6999，鳄鱼皮定制版16999，但最终销量惨淡，只卖出去了10万台左右。非常简单，金立当时的品牌调性从商务转到年轻，又到商务，波折过后的调性已经支撑不起这样一台手机了。拿到现在来说，你就是让一个主打年轻用户的 iQOO、红米或者说 realme 啊，做一个6、7千的商务手机，认可的请扣1，觉得要凉的请扣2。2016年，金立的手机出货量约为4000万台，这数字还是非常庞大的啊！相比于2015年增长了21%，但是营销费用也与日俱增。2016整年光冠名费就突破了10亿，赚的钱还不够本。但金立的梦还没有醒。2017年，《人民的名义》火热的时候，金立聘请了达康书记代言，金立还重拾年轻化，推出了金立 S10系列，薛之谦代言。9月份发布的首款全屏 M7，刘涛代言，还在一次发布会上发了8台不同的手机。这种事现在聊出来，你听着都像假的。2017年，金立的销量只有1500万台不到，但营销费用却突破了60亿。金立确实发布了很多手机，但是没有一台拥有亮点。这不光击垮了原本就模糊的品牌定位，性价比也并不出众。安卓系统可以随意安装各种软件的特性，更是降维打击了什么语音王啊、手机导航啊等等各方面的壁垒。过高的营销费用更是压垮金立的稻草，什么都想要，就什么都得不到，而且后院还失火了，而且还是自己点的火。17年年底，金立被曝资金链断裂，这么多钱都哪儿去了？这个2017年年底的股东大会上，某个大股东拍案而起啊，向刘立荣质问。2018年我们都知道了答案啊，刘立荣被曝赌博输了近100亿啊，当然这个数字具体有多少我们无从而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他自己坦言啊，自己挪用了公司的公款，但没有传闻中的那么多，只有10几亿，只有10几亿。在股东的审计核算之后啊，刘立荣在赌场输掉的钱应该是超过了100亿，挪用公款应该在60亿上下。而此时啊，金立的欠款都已经接近100亿。我们不知道这位横跨2个世纪的商业大佬啊，是何时染上赌博这个恶习的？但估计当时公司业绩的下滑，多少加剧了他想要赌一把的那颗心。最后一把，这一赌就是7亿美元。
2018年12月17日，法院正式裁定金立集团破产。2019年3月，金立破产清算案初审曝光，债权总额173亿，一代国产巨头迎来了最后的苟且。而令人意外的是，破产8个月之后金立选择了重生，并开始发布新机，而背后的掌舵人是金立的第2大股东卢光辉，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替金立还债但一切都成为了过往。金立至此也再没有一款手机进入主流市场。去年的11月，金立还被曝拍卖旗下的3000多份专利原本估值近3亿的专利，最终只拍卖了170多万，这个价格还不及金立19年拍卖的一辆奔驰车。黄粱一梦，三生浮屠，金立醒了也倒了。但本期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有3个这次是一次让你能看爽正好是对应3连。和金立一样曾经站在中国手机市场巅峰之一的品牌，但现在却鲜被人提及，它就是酷派。酷派的成立其实还早于金立1993年的时候，上海交通大学通信与电子系统专业毕业的郭德英创办了他的第一家公司，这就是宇龙计算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1995年的时候，宇龙就推出了低速发射机，成为了首个寻呼机国产化的公司。大家把起个大早这4个字打在公屏上。1999年的时候，黑莓公司的邮件发射器引起了郭德英的注意，并让郭德英决定开发 PDA 产品，而一做就是4年。2003年11月，宇龙才推出了双模手机酷派688，也是中国首款 CDMA EX 手机。之所以花了4年，是因为在这4年里，酷派一直都在研发基于 Linux 的自有系统。自有系统，你现在听着厉不厉害？也正是因为自研酷派688实现了双模和双卡，这一举推动了酷派进入主流。仅1年的时间，酷派就在香港上市。2004年，酷派还发布了首款 GSM 的双卡手机酷派828。在当时，网络已经成为商务人士的刚需，邮件和文档编辑是日常需求。酷派决定和微软合作，把 Windows CE 系统移植到移动端，而搭载 CE 系统的第一款产品，你熟悉的可能是魅族 M8， 但其实是酷派728。WinCE 5.0 支持 CDMA GSM 双卡双待，在当时那是极为先进，当然价格也极为先进0几年卖8000多块钱。0几年的时候，酷派还凭借双卡双待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酷派和联通达成协议，免费把双卡双待的专利授权给 CDMA 产业联盟，从而迎来了双卡双待手机的井喷时机。某种意义上，酷派和双卡双待是划等号了。在移动几乎垄断的07年，双模手机极大的帮助了联通扩大市场。酷派原本可以像高通一样坐拥专利授权赚得盆满钵满但酷派还真没有这么做。内容太长，精彩太多，第20期上集到此结束，下集已同步上线，在频道内直接点击联播即可。小白测评手机简史第20期下期见。